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中国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恶性肿瘤里排名第一，每年有60万人死于肺癌。吸烟呢是诱发肺癌的病因之一。吸烟伤肺的原因在于吸烟产生的烟雾里面含有对身体有害的尼古丁和一氧化碳等几百种有害物质。那么长期吸烟的人肺部出现问题会有哪些症状呢？第一，声音变得沙哑。科学研究表示，肺部出现问题的人声音都会出现改变，有的会有干咳的症状，因为肺部出现问题会影响你的声带，导致你的声音发生改变，而且不是感冒引起的经常性咳嗽，很有可能是肺部出现问题导致的。第二，胸痛。经常吸烟的人，大部分人呢会出现胸部不适的情况。调查显示，肺部有问题的人大多伴随放射性胸痛、肩痛等病症，严重的情况下，胸痛的程度会越来越强。第三，胸闷气短。经常吸烟的人会出现胸闷气短的症状，特别是在晚上休息的时候，情况会加重，会感觉气不够，讲几个字就需要换下气。这就说明你的肺部出现了一些问题，要尽早检查。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以上症状，要提高警惕，多喝水，多运动，尽量戒烟，必要的时候去医院进行肺部检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注重身体的健康。一个人总是莫名的发脾气，还失眠、头晕目眩，那么就可能是肝火比较旺了。那肝火旺该怎么降火呢？今天木子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能够帮助清肝去火、健脾养胃哦。这个方法就是按摩章门穴。章门穴呢是肝经的一个穴位，也是脾的募穴，所以肝火旺的人，还有脾胃不好、食欲差的人都可以按摩这里。我们可以呢曲肘腋下合上，然后呢肘尖所指的位置就是按压这里会有酸胀感。那我们按摩时可以用敲打的方法，也可以用掌根推，每次5分钟左右，能够疏通肝经、清肝去火、疏肝理气，还有调理脾胃的作用哦。大家可以坚持的。很多人一到晚上就睡不着觉，或者呢总是凌晨就醒了，然后呢翻来覆去折腾就天亮了。其实这个有可能是肝火旺了哦。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动作，有助降肝火和睡眠。坐在垫子上，双腿向身体两侧分开，尽自己最大的可能让大腿内侧有拉伸感。那脚尖向上，然后呢上半身向前向下弯，双手也向前伸直，手掌接触地面。如果身体僵硬的人，可以保持脊柱直立，这样坚持1分钟，反复做3到5次。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大腿内侧的肝经，可以帮助疏通肝经，对降肝火、促进睡眠有帮助哦。生活中我们时常会有上火的情况，最常见的就是肝火了。如果肝火旺了，就可能会有嘴里发干发苦，晚上睡不着觉，还老是想发火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就要抓紧降火了。那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2种茶，经常的喝一些，可以帮助降火养肝哦。金银花茶，金银花气味清香，能清热解毒，帮助身体排毒。那喝的时候可以把金银花直接放到杯子中，然后用开水冲泡就行，有很好的降肝火的作用哦。苦丁茶，苦丁茶中含有苦丁皂苷、氨基酸、维生素 C 等营养成分，而且呢，苦丁茶性质寒凉，肝火旺的朋友经常用它泡水喝，也有很好的疏风清热、降肝火、养肝护肝的作用。很多人经常感觉到郁闷、压抑，其实这可能是肝气不通了。那想要知道肝气通不通，可以看2个地方哦。1. 看嘴巴。大家呢可以把嘴巴闭上，感觉一下嘴唇内侧，如果发干，就可能是肝火旺了。2. 看眼睛，如果眼睛经常的发干发涩，这也是肝气不通、肝火旺的表现。那下边再教大家一个疏肝理气的动作，那就是敲肝经。肝经在大腿内侧，也就是内裤线循行的位置。大家呢可以坐在椅子上，将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然后手握成拳，用拳头从上往下敲打，左右交替敲打5到10分钟。这样敲打肝经可以帮助畅通肝经，疏通肝气，能让你睡眠变好，心情也变好哦。大家呢都知道，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经络、穴位和反射区。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说说肝脏反射区。那肝不好的朋友可以经常按摩脚底的肝脏反射区，位置就在
右脚的第4、第5指骨的底面。找到之后呢，我们可以用自己的食指第1指关节推按，按的时候可以用左手扶住右脚的脚背，然后力度由轻到重，每次按摩10分钟左右。这样按摩可以疏肝利胆、平肝潜阳、补益肝血，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那常言道，肝好一切都好，肝不好未老先到。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养肝。除了上面这个小方法，我们还要注意保持好的心情，尽量不要熬夜，多喝水，对肝脏健康有帮助。肝脏好的人会有3种表现，若占上1个，肝脏也算不错哦。表现1，睡眠很好。肝藏魂，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肝魂能得到血液的滋养，所以睡眠就会很好。但如果得不到血液的滋养，那么就会有失眠的情况，所以肝脏好的人睡眠也会很好。表现2，眼睛明亮。肝开窍于目，所以肝脏如果健康，那么眼睛也会很明亮，看起来很有神。表现3，皮肤非常好。大家都知道，肝脏是有解毒排毒功能的，如果肝脏不好，体内堆积毒素，那么皮肤也会变差。但肝脏好的人呢，排毒很顺畅，身体毒素少了，皮肤也会非常好哦。肝脏最爱的2种食物，没事吃一点，养肝护肝，肝病绕着走。1，葛根。葛根大家可能不常吃，那经常吃的都是葛根粉。其实葛根是可以直接吃的，还可以煲汤。葛根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经常吃有助肝脏正常代谢，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2，玉兰根。玉兰根中含有胆碱，可以加速磷脂合成，对肝细胞的修复有帮助。所以呢，经常吃玉兰根也能够帮助养肝护肝。那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坏习惯，比如说熬夜、喝酒、忧愁过度等，这些都可能给肝脏造成伤害。所以大家呢要改掉这些坏习惯，这样才能保护肝脏。现在生活条件好了，那家里肯定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剩下的食物。有的人说呢，隔夜的食物不能吃，不利于身体健康。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隔夜都不能吃，那下面这2种食物隔夜了，大家可以放心吃。第1种，肉类。肉类食物含有的维生素比较少，大多是蛋白质和矿物质，所以呢，肉类隔夜以后，营养成分流失的也非常少，并且不会产生对身体有害的物质，所以隔夜的肉类大家可以放心吃，如果扔掉就太浪费了。第2种，瓜类蔬菜。瓜类蔬菜和绿叶蔬菜不同，绿叶蔬菜隔夜后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对健康是非常不利的。但瓜类蔬菜中亚硝酸盐含量很低，像黄瓜呀、丝瓜呀、冬瓜等，这些隔夜后还是可以放心吃的哦。得了，就叭叭到这儿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下期见吧，拜拜。